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是要献给每一个人在爱情中经历过许多的伤害，或者是在爱情里面总是不容易获得您所想要的爱情，又或者是在爱情里面总是想要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人。那你们一直来都辛苦了。所以这边的话，今天的大众占卜呢，我们是不限任何的关系。那只要你心中有人的话，都是可以做这一次的测验。那这个测验的话，我们是想要知道说，你在对方余生里面，他会再次写下你的名字吗？也就是说，在他心中，你是不是有可能也可以获得他一生一世的爱？又或者是你有没有机会遇到更适合属于你的人？那在台面上的话，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的第一组是审判牌，中间第2组的选项是星星牌，右边第3组的选项是恶魔牌。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还没选择好的话，先按暂停。如果已经选择好的，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宇宙所想要带给予你们的讯息。先，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1组审判牌的朋友，那么在牌面上宇宙的讯息，洋洋似乎可以感觉到，在目前的这段关系里面，其实你们很想要，你们也很渴望自己是能够一直待在对方身边。当你遇到对方，又或者是在跟对方相处之后，渐渐的你发现到，其实对方仿佛就是你的真爱，又或者是你一直以来在这世界上就是在等待着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其实在关系里面的话，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对方他是没有那么的在乎这段关系，跟与你们之间的付出情感中相比的话，其实对方他所表现出来的反而是那么的微不足道。然而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总是付出所有的耐心，或者是付出你在对于这段关系的在乎，无论是金钱又或者是时间，甚至更多的是感情。那你们也想办法想要去多了解对方他的喜好，又或者是他所喜欢的事物。那也因为在你们的这样的努力之下，其实大部分的人在这段关系里面都是得到还不错的回报，也就是很顺利的也可以跟对方有非常暧昧，又或者是说是有个在一起的机会。少部分的人是很卑微的待在对方身边，是没办法得到对方的承诺的。那首先我们来解说，如果说你们本身呢是属于还没有跟对方在一起的话，其实你还是会认为自己在跟对方继续努力下去，或者说继续陪在他身边，终究会有一天是可以得到一个好消息跟好结果。那有的人有可能是因为你们本身有自己的信仰，会去求神问卜，或是会向你们信仰的神灵，向他们做个祈祷跟祷告，得到还不错的一个回应，或者是还不错的占卜的结果。所以你们才会想要继续在这份关系里面。那如果说是在已经是稳定交往，或者是说暧昧中的人的话，那关系里面其实你们现在呢，只是想好好的静静的待在对方身边，想要继续努力的把握着，就算这段关系里面总是你付出的比较多，又或者是没办法得到对方相对应的回报，又或者是在关系里面，在相处上确实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有点沉寂跟无聊，但你还是会想要继续的停留，或者继续的把握着这段关系。其实在关系里面的每一个人，不管你们现在目前是什么样的关系的状态，其实你们心中是感觉到有一点寂寞，有一点孤寂，甚至你们是非常害怕会失去他。其实当你们静下心来，会发现到你们
除了害怕失去他之外，你们更害怕失去一个再一次能够爱上一个人的能力，或者是再一次能够坠入爱河的机会。所以当现在对方目前待在你们身边，你们找到了仿佛是最真实的自己，又或者是说在相爱或者是爱上对方，或者是想要付出这段关系的过程之中，你们找到在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自己的定位，或者是自己这个存在世界上的一个价值。其实在爱情里面的话，你们非常渴望有一个可以依赖的对象，有一个是能够终究在你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或者是不管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是能够对方无止境的包容你们，又或者是说是能够在乎或者是观察到你们的内心深处里面对说爱情的渴望，因为遇见了他，或者是待在这个人身边，你们会觉得自己才是更加的完整，又或者是说更有动力的想要去面对说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你这个人本身在爱情里面，你自己以为是不需要感情的，但因为遇到对方之后，你发现到自己原来是有这个需要爱的这一面，那他卸下了你的心中很大的一个心防，或者是说很大的心中的戒备，所以你会认为目前的对方他感化了你，或者是说他融入了你的生活，那渐渐的他让你喜欢上了他，所以你也想对于说你的这段关系，你的这份感情负责任，可以好好的待在对方身边，无论就算是你付出了什么，或者是对方总是让你很操心，又或者有的人是对方没办法给予你们承诺，没办法马上告诉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结果，但是你们依然想要永远的好好的为对方着想，好好的照顾对方，好好的待在对方身边。有的人非常的卑微，就算对方不会给你任何的承诺，但是你相信总有一天依然是可以得到对方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应。好，我们还可以继续看到说，其实在两个人双方之间，以他来看的话，这段关系里面确实他看见了你的付出，或者是看见了你对于说这段关系的好感，或者是你对于说这段关系一个在乎的程度。你们两个人同时都有抽到了钱币骑士的部分，却意味着说两个人之间其实在关系里面都有试着想着要再继续的往下走，或者说两个人之间要更加的靠近，两个人之间是不希望说在关系里面就这样子离开了，所以也可以因此的知道，在对方心里面的话，他也把你看得非常的重要。但是在这份关系里面，对方他比你更加的有理智，又或者是他比你更加的知道他在这段感情里面他想要什么。其实在关系里面的话，你总是会觉得自己可能可以照顾好他，又或者是说你有时候会想要去主导着这段关系，其实他都是看在眼里，他也都看得到你的任何的付出，你的任何的行为。其实你在你们的生活中，你有时候会有一些的小心思，或者说会有一些的小技巧，想要去把握，或者是想要把对方绑住在你的身边，他都感觉到出来，他也都看得出来。其实他有时候也是并没有很想要去拆穿你们，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很享受着你们的付出，但是呢，在这段关系里面，他又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要付出他自己的责任，或者是说他的一个承诺。所以他都会尽可能的让自己保持一个适当的理智，或者是说当他对你有一种心动，或者说有好感的时候，他会告诉他自己必须要好好的静下心来，要好好的去思考究竟这段关系对他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所以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对方的心里面的话，他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这段缘分，他确实是有心动过，他确实曾经有想过，他想过无数的各种的可能性，究竟是要在一起，还是要结婚，还是要走得更长远，又或者是两人要成为陌生人，还是要成为好朋友。这些无止境的想法都在他脑海中不断的盘旋，不断的一直会有浮现。只是当每次你们的付出的时候，他又会心软，他又会去想着，又会去认真的感受到。但是当他一个人静下心来的时候，他又会想要去控制你们这段关系，又不想要那么快的表现得出来他到底有没有去在乎你们的这件事情。所以呢，在对于说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对方他不仅很在意，但是他更在乎的是他自己在对说这段关系真正的一个想法。所以当你们越想要去控制他，他就会越想要和你们背道而驰。那在关系里面的话，当他感觉到不耐烦的时候，他就会试着不会让你们联系得到他，甚至有时候他会在你们面前发脾气，会讲出一些让你们觉得比较刺耳的话，比较
不中听的话，那但对你们来说就会觉得很痛苦很难过。可是每一次都是你愿意主动低头，又或者是总是你一个人想要去维持好这段关系，所以你会一直不断的容忍对方的一些的态度，或者是他可能在讲话尖酸刻薄，或者是他并没有很在乎你的这件事情的上面。那对他来说，虽然他也觉得很抱歉，可是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表达他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想法。所以因此在以目前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对方他是有很在意的，他是有很在乎的，但是究竟是不是要继续往下一步走，其实他还没有一个定论，甚至他还没有办法马上的做决定是否要将自己的承诺交付于你。不过有一个另外讯息，就是其实对方他本身他自己的一个性格，或者是他的内在的话，他在对于爱情或者说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处理的话，他是没有自信心的，又或者是他自己其实是有非常的在意他自己在你的面前的一个样子。所以呢，对于他来说，因为他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比较能够放下他自己心中的所谓的自尊，或者是说他比较好面子这样的一个个性，所以他会不自觉在你面前展现出一个他最真实的一个在感情中上的一个个性。所以呢，和这人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当你顺着他心的时候，他对于你的态度其实会比较好。但如果说当你没有顺着他心意，或者是你一直想要跟他反驳，或是当他想要去婉拒这段关系发展的时候，你会一直不断的去主动进攻的这样情况下，你也会发现到对方其实他对你的态度不仅很冷淡，甚至会有点刻意的去逃避。这就是因为他的内心里面其实对于说这段关系他是没有办法马上的下定论，他会希望说先慢慢的走，慢慢的看。那当然在对于说如果已经在这段关系里面维持很努力了半年、1年、3年的人，就会觉得非常的烦躁，因为会认为其实对方是已经有点拖住了你的青春岁月。有的人会希望说可以赶快得到一个结果，就算是对方他有没有喜欢你的这件事情，你都希望知道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却是始终的拖着，因为对方他又不敢去实际讲出来说对于这段关系他真正想法，因为他还在犹豫，他还在思考，他是还没有办法马上告诉你他的决定，所以他就会一直拖着在这段关系里面的一个未来的走向。好的，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之后的讯息。接下来看到说，其实在未来你们的这段关系的话，你的辛苦依然还是会持续下去，你的努力你还是会依然的不愿意去轻易的放弃掉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你在对于说这个人你是有非常大的留恋，如果说你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狠下心去离开对方，所以呢你还是会想要继续的留在这段关系里面。那确实的话，在这段关系里面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就这样子轻易的结束。其实每当关系里面走到一个比较低潮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于心不忍，就是说你可能会愿意退让，或者说会有一些的事情或者说契机发生，让你们俩之间是有机会再一次的恢复联系，又或者说两人之间是又会再一次的有所联络，或是会有个机会再次的有所交集。其实在关系里面的话，很难是由你去掌控这段关系，比较多有可能是由对方来去掌控着这段关系的走向，或者是这段关系的发展。因为在关系里面的话，如果说是比较最爱的那一个人，付出感情最多、最在乎对方的那个人，通常都会是感情里面被对方给控制的那一个。因为在感情里面，一定要2个人说同意才有办法在一起，只要1个人说不，就是没有办法成立的。所以这段关系未来的走向，其实你会经常感觉到心很累，或者是你会有很多的埋怨，或者是你会对对方很多的一些行为，他所说的内容，或者说他的做法，你是很难去认同，很难去接受的。所以你常常会感觉到自己心中的压力非常的大，或者是会觉得心中的感受是非常的孤寂，非常的孤独。就算你去多么的努力想要去待在对方身边，或者说你多么的努力想要去维持好这段关系，可是对方他依然呢就是不为所动，因为他才是能够决定这段关系的走向的一个制裁者。
那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其实对方他也是舍不得你走，所以在未来的走向，他也不会去放掉这段关系。对他来说，你已经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你已经是他所熟悉的一个人。所以以牌面上来看，很有可能选到这组的你们，更多来看是对方他对于爱情跟友情之间，他更多是熟悉你们，所以爱的感觉是通常比较少的，甚至他是比较没有办法感受得到他是爱你的这件事情。就算他心中有时候真的觉得他对你是有感情，或者是说对你是有感觉，可是他也却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如何去面对，或者说该如何去表达，或者说该如何去思考这段关系对于说它的意义。所以之后这段关系有时候你们可能会经常发生一些的争执或者是争吵，然后在面临到争执跟争吵的时候，两之间又开始会比较没有联系，或者说会不知道该如何跟对方开口，就是场面啊氛围啊或者两之间的关系上面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尴尬或者是比较紧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对于你来说就开始觉得心很累，或者说你就会一直无限的表现出，或者说一直会有萌生出说你想要去离开这段关系，然后就不想要去理会对方，或者说就是不想要再主动的去跟他示好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因此呢，也可以知道说在关系里面你们非常的受挫，或者说你们其实非常的痛苦，就算你们再怎么样的努力，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对方的青睐，或者是说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对方在对这段关系的一个好感的情况。不过在未来关系之中，你还是会有机会遇到一个不一样的人，或者说他除了他以外一个新的对象。那但对他来说，其实他本身也不会那么快的去投入其他的关系，所以其实在这段关系未来的话，你们不用太担心说对方会去离开你们，反而你们要比较留意，就是在关系里面容易会有一些争执，或者说容易会有一些冷战，或者是两人之间会容易有一些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的一个情况。那在关系里面的话，两人之间其实心里面都是非常的不好受，或者是也不知道说该如何去跟对方相处，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冷战的一个情形。所以在关系里面未来的进展的话，其实会真的呈现出一种比较停滞，或者是两人之间那个进展的几率是真的比较小，但是还不会去离开，或者是不会去结束掉这段关系，所以你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反而接下来的话会让你们会重新去思考，究竟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说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有可能你们在等待着对方在给这段关系的承诺的过程之中，你们也会有可能会想要去离开这段关系的这样一个念头。所以其实在接下来的话比较多是看你们自己要如何去看待，或者说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和这段关系做相处。那当然在其中关系里面的话，宇宙是想要告诉你们说，这段关系虽然接下来会很辛苦，或者说会让你们真的觉得心非常的累，又或者是真的会常常去质疑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去坚持这段关系里面，是不是真的要去决定放弃了。不过会希望说你们一定要继续的坚持下去，不要那么轻易的被这样的一个现实，或者说对方这样的一个个性给打败，或者说不要轻易的受到对方这样的一个刺激，然后就去受不了了就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在接下来这段关系里面，其实对方他一定会采取一个承诺，或者说他一定会有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可是当他要被去唤醒这样的一个机制，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行动的前提之下，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必须要相当的和谐，甚至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如果本身是属于同事之间的关系，又或者是说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你是能够去帮助到他的事业，或是能够帮助到他在金钱的这个部分上的话，那么他就会真的完全离不开你们。但是你们要特别留意，就是如果说当你们付出的太多的时候，容易会有人财两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可以的话，你们也可以多花点时间陪伴他的亲朋好友。因为如果说你能够在他亲朋好友的面前展现出你是一个与众不同，或者说你是最适合他的人的话，他身边的朋友、身边的亲人其实反而会成为你最有力的助攻的一个队友。所以因此呢，会希望说接下来的你们不要那么轻易的去放弃掉这段关系，一定要尝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思考着什么样的一个相处方式是最适合你们的，又或者说是最适合这段关系进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关系里面的话，多少难免会让你们觉得相当挫败，或者是真的会去质疑，或者是会开始否定你们自己。可是当关系里面一直
有机会到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其实反而会让你们重新去思考这段关系，你们应该什么样的方式去相处。因为以目前来看的话，关系里面两个人之间相处的模式并不是最适合你们的，所以在之后相处的过程之中，反而会每一次的低落，或者说每次的失望，反而会让你们重新对说这段关系会重新去做一个定义，或者说重新去做一个想法。那同时也非常确定说，你们其实真的也没办法去狠下心来离开这段关系，因为当你们真的决定要去离开这段关系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宇宙的力量去拉住你们，不会让你们离开。所以仿佛也可以知道说，或许你们俩之间就像是一个命中注定一定要出现的，一定要面对的缘分。如果说你们选择是一个逃避的心态，或者说逃避的方式，不愿意去经营，或者说去面对这段关系的话，课题一定会再次的找上你们，一定还是会再次的重蹈覆辙同样的一个事情的情形。但如果说你们真的决定要去离开这段关系，宇宙会希望说你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自己要离开。那么当你离开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回头了，因为如果说你离开之后你又再回头的话，其实对方他反而就真的不会去接受你们了。所以你们要非常的留意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当你们决定离开之后，对方反而会认为你是一个会随时离开他的人，你是一个没有办法坚持在关系中的人。其实他所想要的就只是有一个人可以一直都陪在他身边，或者是说是能够接纳他这样的一个坏脾气，又或者是能够只陪着他度过人生中很多的难关。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你们势必一定会遇到很多在关于他生活中的课题，或者是说生活中的难题，但也因为有你们的在，你们的存在，你们在他身边，他反而会比较有勇气，或者说他反而会因为有一个人愿意陪伴着他，所以就一起的往下走，会继续的坚持在他现在或者说之后他可能面对到这样一个课题的这个状况。那你要非常小心跟非常留意，就是说之后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有的人可能会是呈现在远距离，不同的城市，不同工作场域，或者是不同的国家，这些其实都是会有可能的。所以在关系里面千万记得一定要小心，或者说一定要非常的留意，不要让自己太过于走心，要不然你们有时候也会非常的容易去失去掉你们那个最真实个性的一个部分。那么当关系之中越来越走向的稳定，或者说两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其实你反而会能够清楚，或者说能够非常的感觉到对方其实他是非常在乎着你们这段关系的。那当然那时候就是换你可以对他去命令他，或者说可以跟他要一点就是所谓精神赔偿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其实在接下来关系中的话，会建议你们呢，宇宙想告诉你们说，不要那么轻易的去选择放弃。你们已经坚持了这么久，这时候好不容易可能终于要到你们收拾成果，或者说甜蜜果实的时候，就突然放弃的话，其实这样子是非常可惜的。只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们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的疲累，觉得是自己是很孤单的，自己是被这个世界给遗忘的，又或者说自己是被利用的。那接下来就看你们的心智能不能变得更加坚强，然后继续坚持在这段关系之中。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星星牌组的朋友，那么在目前的这段感情里面的话，其实你本来呢在跟对方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你算是有一点的好感，或者是说你觉得对方是一个值得认识，或者是可以值得深交，或者说值得可以再更进一步发展对象。但是你本身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并没有想要做太多，或者说你本来也没有打算要特别一定说非这个人不可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在关系里面的话，其实也算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也就是说是一个顺其自然的情况下，慢慢的有所进展，或者是说慢慢的让两人之间会有那种越来越靠近，所以你自己会喜欢上对方，或者说你对对方有好感。其实这个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超出
你的想法之外的，并且是在你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跟目前对方的相处的状况之下，其实算是还蛮不错，两人之间其实心意上面算是真的还蛮靠近的，并且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其实对方他算是还蛮在乎你的。少部分的人的话，其实目前可能算是已经在一个稳定交往中的一个状况。那大部分的人来说，可能都是属于在高度暧昧，或者是单恋，或者是只是跟对方好朋友，还没有把关系说明的这样的人也会是比较多的。那关系里面的话，算是一个会进展的比较缓慢，或者是两人之间是必须要认识非常长久，或者说认识的还蛮有一段很漫长时间，两人之间是必须有很多的磨合，或者说有一定还蛮大程度的摩擦，或者是一定要有经历过非常多的事情之后，才会慢慢的靠近，才会慢慢的在这段关系里面，两件事有比较亲密的，或者说比较有靠近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关系里面之中，你其实不会把太多的重心放在这个人身上，你的心思比较多，也都会在你应该如何去经营你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你应该也不会说因为有对方，然后你就失去掉你自己的魅力。其实你自己本身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也不会把对方视为你的唯一，你会把感情还有他确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或者是一个需要有一个人，或者是说应该是说就是对方是已经有在你们身边，然后你会想要去把握好这段关系，但是你不会把自己的重心跟注意力就是不会都放在他身上，就不会非他不可。你一样还是会过你的生活，你会以你自己生活的目标，你自己的理想，或者你自己生活的步调为最主要。对方他的一举一动虽然会去稍微影响到你们的心情，但是却不会成为你心情不好最主要的主因。关系里面的话，你会觉得其实两个之间是属于平等的，或者是说两之间关系的感情是慢慢建立起来的，也不会因为有一个突然之间的什么样事情就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破裂，或者说不会因为那么轻易的什么样事情就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疏远。所以其实在关系中的发展或者是关系中的进展的话，你的担心跟担忧并不会到那么的多，所以你也不会有一些太过的担忧的情况。其实反而呢，在对于你来说，如果说关系是呈现在停滞的情况，或者说关系是没有进展的状况之下，如果说对方稍微离你开始有点不太搭理你的时候，你开始会有点小紧张，或者说你开始会有点思绪稍微比较乱一点，或者说有时候还是会去打乱你的生活中的应该要有的步调。因为在关系里面的话，你其实有时候会因为很熟悉这样子的一个稳定，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相处上面，其实因为没有太多的摩擦，或者说没有太多的火花，那关系相处上面其实有时候进展有点太过于顺利的时候，你就也容易会不小心的得意忘形，会忘记说自己应该要去经营，或者说自己其实为了这段关系必须要付出一个相对应的付出，才有可能可以让这段关系比较稳定的维持下去。所以当关系之中是没有办法稳定了，或者是关系里面比较疏远，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得到对方那么重视这段关系，或者说你开始跟对方他比较没有去跟你单独相处的时候，你还是会去紧张，会去害怕，你还是会想说我该如何去怎么做才好。所以以目前来看，简单来说，就是在关系里面的话，很容易会默默的慢慢的就走向一个比较稳定，或者说比较平凡的情形。那这时候感情中的火花就很难去激起你们对说这段感情中的一个在意的程度，绝不小心去忽视掉这段关系里面其实对你们来说算是一个已经熟悉，或者是说是已经熟识，对你来说是已经像是空气一样的一个存在。但是当没有空气的时候，你还是会感觉到很窒息，或者说会感觉到很不舒服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在对他来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他跟你的想法其实算是还蛮雷同的，甚至对他来看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他在
这段关系里面，他其实还是会想要说两个人之间是往一个比较稳定的方向去发展，或者说两个人之间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所以对他来说，他至少会认为两个人之间其实在关系的走向的话，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共鸣，或者说一定程度共同的一个想法，只是在关系里面的话，他有时候难免会展现出可能会比较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说他会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这个人在感情里面，其实你们这段关系之中，他常常会不知道说自己应该要怎么做，才有办法去把握住这段关系，又或者是说他会不晓得自己在关系里面他应该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才有办法得到你的芳心，或者得到你们的注意力。那虽然对他来看的话，关系里面也不一定说是非你不可，可是因为你的外在的条件，或者说你外在所展现出来的样子，确实完全符合到他内心之中确实在对于稳定交往的对象是想要的，或者是说他所喜欢的人应该要有的这个样子，在他眼里的话，你是相当的耀眼，你也是非常的有主见，或者说你其实在感情里面是非常懂得去经营的，或者是呢在关系里面你会展现出你那种最正义啊，或者是很在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话，他会想要跟你们更加的靠近，或者是他会希望说你可以一直都待在他身边。其实他这个人的在关系中的想法的话，有时候难免会比较有一点太过于固执了，或者说他一定要找出到什么样一个条件的人，所以也或许是因为他这种比较封闭的想法，或者说比较封建上的思想，才会更加的去关注到你，或者说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加觉得你是一个符合他所想要的，因为你是会一直有所变动，或者是说你会一直不断去改变自己生活的模式、生活的步调，会不会因为有了爱情，或者说有了对方，或者说你在乎一个人，就完全去失去掉你应该要有的个人的特色。那你个人特色的话，他会感觉到你除了很主动、很积极，对于说自己的生活是有一定自己的想法，然后你也是在对于说自己的工作上面，你是有非常的有专注力，然后你也会想要对于工作上面有更多的负责任。那在对于感情，你会去照顾到对方的心情、对方的心思，你会无私的奉献，为了一段关系，你会想要去经营对方，所以对他来说，你就像是一个像女神一般一样，非常的耀眼。但是当你可能在工作上面你比较失落，或者说工作上面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会觉得你的情绪上面就会来了。所以呢，虽然他有看到你好的那一面，但是他有感觉到你那个比较不好的那个部分，那也会感觉到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比较多来看是你想要去主导这段关系，然而他也会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对说这段关系他的想法，或者是不知道该如何去经营这段关系，所以他有时候通常都会是顺着你，可是有时候他又会担心说，如果说当他一直都去顺着你的时候，那么是不是最后他会被你给控制住，他有时候会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但是他又会很担心说你会因为他的关系，你的情绪会低落，或者是说会影响到你在工作上的表现，又或者是会影响到你的在生活上的一个步调，或者是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上的一些的情况。所以呢，通常他会为了让你们两个之间是能够更加和谐，或者说为了你的生活是能够更加的和谐跟那种稳定的状况下，所以他通常都会尽可能去避免让这段关系会有一些的争执跟纷争。那这时候你就要特别留意说，其实这个人他在关系里面，或许他其实会有一种比较压抑的想法，或者是其实他可能本来有想要在关系里面做什么，或者说他想要做更多不一样的事情，或者说关系里面他确实有一些自己说想要两件相处的模式，可是就是因为你可能比较强势，或者说你比较会有一种情绪勒索，对他来说你真的会有点情绪勒索，所以他就会担心说自己是不是不够那么爱你，或者是说他其实并没有那么想爱你这件事情。所以关系来看，更多来说是他是习惯了你在他身边，但他对于你的爱并不如同你对他的那么的浓烈。所以有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跟非常留意，就是关系里面会不会最后面会是你们到头来一场空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么继续往下看，之后宇宙想要给予你们在一段关系之中的一个讯息。看到说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两个人之间在相处之后，其实关系还是会继续维持在一个比较暧昧，或者说会继续两个人之间维持在
跟现在其实会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过你们要特别留意，就是在未来的关系里面的话，两个人之间会因为现实生活中，例如说像是工作，或者是一些家庭的因素，又或者是金钱，又或者是在工作上时间，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因而呢让两个人之间其实会比较没有办法有时间是可以待在彼此身边的，或者说会比较少会有联系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我们可能要特别留意，就是关系里面的话，接下来两之间一定会有可能会有稍微疏远，或者是比较难以去继续坚持在这段关系里面。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想要去为了这段关系做更多的努力，或者说想要去跟对方去经营这段关系的可能性，可是有可能会因为一些的其他的关系其他的原因，或者说其他外在的因素，导致于说让这段关系是很难可以继续向前迈进的。那比较好的人，或者说已经有正在交往中的人的话，你们反而也不用太担心，就是关系不会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反而就是会维持在现状，是在一个稳定交往的一个阶段。可是如果说当你们可能会想要再更进一步往下一个方向去迈进，或者说往结婚的方向走，或者是见双方家长，其实这个会比较困难，甚至会比较难以去实现的，因为对方他认为他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他还是没有办法去为了这段关系去做更多的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如果说是在单恋啊、暧昧啊，或者是断联中的朋友，那对方其实在对待这段关系的态度的话，通常是会比较有点保留的。不过唯一好的就是你在对方心里面并不会让他觉得很不想去靠近，或者是说这段关系对他来说并不会想要去特别的疏远，所以反而呢对他来说关系有各种的可能性，或者是说各种的发展，无论说是在一起的机会，还是说只是当一般的朋友，还是说继续维持在暧昧，又或者是继续维持在一个断联的情况，这些都是会很有可能，他都会把这些想进去。那只是在对于说除了稳定交往中的人，或者说高度暧昧的人以外的话，关心的那个停滞的状况你们会比他们感受中是来得更加的明显，或者是说会更加的感受到关系是非常难以有机会可以发展。那当你们可能想要去跟对方谈论，或者是说你们展现出你们可能对于这段关系一直都没办法进展的那种不好的情绪、负面情绪的时候，对方他也不会去安抚你们，或者是说他也不会想要去为了去照顾到你的心情，然后就是为了这段关系多做什么，其实他并不会，他反而就是会比较有一点冷漠的去看待这段关系。那这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就是之后这段关系难免会让你们付出一些比较更多的金钱，或者说去影响到你们在工作上的表现，因为你们会不自觉的会去太过于在乎对方，或者说会不自觉的去留意到对方的一些的动态，或者是他的生活的一个近况，或者是说他在对这段关系的一个在乎的程度，越去指引你们自己究竟这段关系对于你们来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其实在接下来这段关系的一个走向的话，比较多会是让你们会去重新思考这段关系究竟为什么你要坚持，或者说这段关系的这个人对你来说究竟是有多么的重要。虽然在这个过程之中，或者说在之后的相处的发展里面，你们一直不断的想要去经营好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一直不断想要去凸显说你在对方心目中的非常重要的程度，又或者说你会为了对方付出你们所有的努力，只会为了希望可以让这段关系里面是可以有一个立足之地的这样一个情形。但是在这个过程你们就会感觉到内心里面其实会有一点空虚空洞，会开始去有一种迷惘的感觉，你们会很纳闷说到底为什么你会这么爱他，或者说你们真的一定要去坚持这段关系吗？所以其实关系之后的走向更多是来自于说你们会去引导，或者说去扪心自问，或者说会去问你们自己的内心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说这个人究竟是不是真的是适合自己的。那这段关系里的话，其实更多来看是接下来走向是会让你们在对说爱情中会有个新的课题，
会去重新让你们认识所谓爱的存在，或说会让你们知道说，究竟爱情对你们来说是真的很重要吗？还是说你们只是单纯想要谈恋爱，而不是一定要这个人，或者说你们是真的一定要这个人，而不一定是要谈恋爱。所以这个在接下来的话会成为你们一个非常会要去做探讨，或者说你们一定会去有这些想法的这样一个萌生。那么当关系开始两之间呈现走下坡，或者说是在一个比较负面情绪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一种萌生想要去离开这段关系。那当然对方他就会有点，他依然是不为所动，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太过于把这段关系的一些的想法，或者说这段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性是存在他的内心里面。所以当他在看待这段关系，无论是忽远还是忽近的时候，他的感受其实是没有像你来的那么的深，所以才会导致于说让这段关系都会呈现在一个比较停滞的情况。所以因此呢，宇宙它透过罗牌是会希望说，当你可能在面对说这段关系是呈现在一个比较停滞，或者是说对方真的对你不好，或者是你没办法从这段关系之中感受到一个自己是真的被在乎，或者是一个被爱的这样的感受的话，会希望说你们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考，好好的去判断，究竟爱情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或者是说爱情对你们来说究竟是你们是真的渴望爱情吗？还是说你们是渴望遇到像他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还是说你是真的渴望他这一个人？那我们现在解释一下，就是他这个像他一样这样的一个人存在，表示他的外在、他的条件跟他相处的感觉，很有可能除了他以外，也有其他人也一样能够带给你这个感觉，只是因为你现在是喜欢他，所以才会认为你是因为非他不可，但很有可能你只是会希望说想要跟这样子类似条件的人相处，或者说这样子一个感觉类似的人的个性相处，你会觉得很舒服。所以当只有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才会不自觉会认为你只有最爱他。但很有可能，如果说你只喜欢像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当他抽离你的时候，你再遇到跟他类似的人，你也很快可以投入一个新的一个恋情里面。所以宇宙会希望说，这份感情里面其实对方如果说他真的不喜欢你们的话，他是不值得你们继续走下去的，他是不值得你们继续为他付出，因为你们是本身非常有魅力的，你们是非常值得人家来去照顾你们，你们是非常值得在爱情里面是感受到被爱的，但是却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在你们身边，反而让你们失去了一个你们真正可以遇到爱人的机会，或者说遇到一个真正适合你们的人。其实你们是不缺乏感情的，你们本身的条件魅力是非常好，你们在别人很多人面前就像是一个爱情的发电机一样，是非常有魅力散发出来的。所以其实你的追求者是很多，或者是对于你有好感的也是非常多，但是他们看到你其实会因为很专注于说你们目前的现在这个对象，或者说你们现在可能不想要特别去经营一段新的感情、新的恋情，才会导致说让对方或者说让别人不太敢去靠近你们。所以当这份爱走到下坡，或者说当这份爱让你感觉到疲累，让你感觉到是不适合的时候，会希望说你们一定要静下心来，慢慢的放慢你的脚步。其实当你们用一个站在巨人的巨人的肩膀上去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所谓的爱情，重新去思考的话，会发现到其实身边还是有很多更加适合你们的人，因为你们在面对爱情的时候，确实很容易会因为对方的表现，或者说对方的一言一行，就是会去影响到你们可能在对于爱情里面的一个自信心，因为你们太渴望，或者是说可能真的比较缺乏那种被人需要的这个感觉，所以在爱情里面的时候就会很不自觉的会希望说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当你们变得更加有自信，或者说当你们在对待身边的人事物是更加有那种大爱，或者是说同理心的时候，慢慢去建立你的信心，反而当你在面对于爱情的时候，你会更加知道说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爱情。不过唯一有一个好的，就是当对方完全踩到你的底线，或者说当对方一直不断的去刺痛你的心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渐渐的对这份爱感觉到很疲乏，就会想要去放弃了。可是你们却又是那一种不太敢把那种想要结束关系挂在嘴上，或者说不太敢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让对方知道。你们通常在感情里面是不希望当结束那个坏人，你们会觉得主动说出结束的关系的人的话，可能是对于关系里面是
不愿意负责任，但是其实并不是。如果说真的不适合你们的话，宇宙会希望说你们就选择放手，你们就选择去一个能够真正爱你们的人，是能够真正照顾到你们心情的人。如果说这个人眼前是真的没办法照顾到你们心情，或者说让你们会去失去掉对于爱人的这种的能力的话，就表示对方是不适合你的。因为你遇到正确的爱，遇到真正爱你的人，遇到最适合你的人时候，其实你会非常的有力量，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是非常的美好，就算工作再累，看到那个人的笑容就觉得哇，我都今天都不累了，就是那种非常的美好的那个感觉跟感受。所以会希望说，当你遇到这种人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懂得知道说你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感情，要不然你们会很容易错失掉真正爱你们的人。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恶魔牌组的朋友，那么在这段感情里面的话，其实对于你来说，你虽然现在是愿意相信，或者说你是非常相信这份爱是值得你付出，或者是说你会认为这份爱是值得你继续坚持下去的，但是其实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是对于说这段关系你是有很多的不安全感，或者说你有很多你不知道该如何去跟对方沟通，不知道该如何去跟对方相处，不知道说该如何继续有办法经营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你是比较没有自信心的。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说对这段关系你都是很 OK， 你都是很随性，然后你也都是愿意接受对方的一些的建议啊，或者说他的想法，或者是他一些的作为，但其实对你来说，你还是会希望呢是由你自己来去掌控着这段关系，或者说你还是会希望由你呢来去决定说这段关系的走向。但是有时候对方他确实会有些不受控，或者是说对方有时候确实他会去做一些伤害你们的事情，或者说会说出一些伤害你们的话，对你们来说其实会开始感觉到有种孤寂。当你们在对这段关系是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投入在工作里面，或者是说你们会需要用金钱来去衡量，或者说来去帮助你们内心里面是有办法去对于一份爱的一个自信心，或者是说有办法去勇敢面对对方的可能对于你们的尖酸刻薄，或者说可能对于你们一些比较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在感情里面的话，你们对于说这段关系你们真的付出了很多的耐心，或者是说你们真的很渴望可以遇到一个适合你们爱你们的人。所以当现在你们终于遇到一个你们喜欢对象，或者说你们非常在意的人，你们会蛮容易有出现比较歇斯底里，或者说会容易过度把感情看得非常的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当你越没有自信，或者是说当你对于自己是不晓得是值得这份爱情的时候，你其实会很容易患得患失，或者说会开始去怀疑对方是不是他对这段关系是真心的，还是说其他是有别的想，或者是说他现在有其他的人选。所以其实无论说目前的你们的这段感情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状态，是单恋也好，是稳定交往中也好，还是断联的，还是你们是已经要准备步入婚姻的等等之类的这种的，不管的是各种的关系的状态，你们都是终究会去质疑这份爱究竟是不是真的值得你们去付出。虽然在你们的生活之中，你们是把感情跟工作是看了相同的重要，但是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你们是已经有点失去平衡，反而是会把爱情看得比你们的工作还重要。所以任何生活中的痛苦对你们来说，只要感情顺利，什么事情都好过，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很顺利的能够迎刃而解。但是当你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你又很容易没有办法把你们内心中真正的想法，或者说你们真正的感受让对方知道。
为什么会不敢跟让对方明白呢？其实更多的也是来自于说，你们会很担心这段关系或许会因为你的主动的提出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是质疑，或者说想跟对方讨论，或者是说希望可以得到对方重视，对他说出的那些话，你们会担心对方会不开心，或者说对方会不爽，就彻底去结束掉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会让这段关系有所很受影响，因为你们非常在乎这段关系上面的一个和谐的感觉，你们其实不喜欢感情中里面是有争吵，或者说感情里面是有一些的纷争的，可是你们还是会不自觉呢，在你们的脑海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混沌，或者说会比较混乱，或者是会有很多的负面的想法，也就是因为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相处上的时间其实也是蛮不够，或者是比较难可以去掌握得到对方的行踪，或者说你是还没办法能够明确知道对方他到底真正在感情里面的想法，就算对方讲了，其实你们也不见得一定会相信，就是因为你们本身在对于感情的话，本来就因为太过于难以信任对方，或者说很难以去信任除了你们以外的人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导致于说让你目前在对说这段感情跟这段关系的想法，通常呢来看是属于比较负面，虽然你还是会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去坚持这段关系里面，会希望说两个人可以朝一个相当稳定的方向走，或者说两之间都是有个共同的目标，是可以为了这段关系变得更好，然后两之间一起努力。所以你现在其实对你来说，以上这样讲，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荒谬，或者说对你来说很不公平。但其实因为你太过于在乎这段关系，所以你才会很努力的去工作，你才会想要有更多的金钱，或者说赚到更多的财富，才有办法去照顾得到对方，或者说才能够为这段关系，比如说出去约会的一些的花费，或者说为了这段关系未来更长远，然后可以做更多。那这边也可以知道说，其实对方他都是有感受到你们这些的想法，或者说他都是有感受到你在对说这段关系的用心，他也很清楚的知道这段关系里面你真的付出了非常的多，所以他对于说这段关系他可能会有一些的负面想法的时候，他都会想办法让自己去慢慢的调试，然后让自己不要再去那么的去在乎，或者是那么的去 care 那一些可能比较负面的情绪。所以有时候在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他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排斥，或者说会稍微跟你们保持一点距离的情况，但是对于他来说，他认为每一段缘分都是得来不易的，或者说每个人相遇都是一定有它存在的意义。所以其实这个人他也并不会去讨厌跟你们之间相处的这个机会，或者说面对于你们这段相处的关系。但这边特别要提到说，如果说你们是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你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对方是对每个人都很好，他是不是真的有其他考虑的人选，或者说还是有跟前任是有在联络的这个状况。因为这段关系里面以牌面上来看的话，宇宙讯息是说稳定交往中的人，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确实现在还是有跟他前任在联络的几率是真的属于比较大的，还是有一个互动的这个状况。那如果说是属于在单恋，或者是还没有稳定交往中，还是那种暧昧中的一个状况的话，其实要特别留意说对方他是不是对待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他其实并没有把你看得特别的重要，或者是说他虽然说把你看得很重要，或者说对待你也非常的好，但很有可能他对其他的人也是相同的，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就是很容易会对别人好，或者说很容易就会有一些同情心。当他在对别人放电的时候，他其实自己也不会知道他是有在对别人放电，或者说他事实上是有暧昧的一个情况。就是当他在对别人好的时候，他那种比较会容易逾矩的行为，他并没有发现到自己这些会容易让人有所误会的。那如果说是在断联中的人的话，会建议你们说其实对他来看，这段关系里面他会很喜欢跟你相处，甚至他把你当成是一个还不错的人，只是在对说你们这段关系是否要在一起，还是说是否要继续保持联系，还是说跟你相处的时候，你是不是又会对他有其他更多可能想要更好的想法。那可能他在当时那个情况下，他还没有想要准备好跟你进入一段稳定的关系，可是你又很渴望你的付出，你的任何行为他都是能够很明确的感受得到。那这时候他其实就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跟你相处，或者说没办法好好的跟你经营关系，因为他会希望说两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属于平等的，是能够一起
同样的步伐一起向前迈进，而不是只有一个人拉着另外一个人走，这并不是他所想要的。他希望说两人之间如果说真的要在一起的话，是两个人一起共同努力，然后两人之间一起都说好能够在一起的时候再这么，所以就很有可能说已经断联中的人的话，或许是在之前的你们对他太好了，好到他已经会觉得他有点压力，或者说他没有办法在为了这段关系付出跟你相同等的回报，或者说没办法做到你所想要的，他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担心，所以他反而会不太敢跟你们这段关系靠得越来越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后面他才会想说跟你们保持一个适当的一个距离的这样的情形才会发生。那这边的话，以上的讯息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人他有个共通点，就是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他是真的还没有办法下决定，或者是说他还在去探索这段关系对他来说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所以当他没办法确定这段关系的存在，或者是这段关系是为什么他一定要做决定之前，他都不会轻易的付出他的承诺。对于他来说，必须要等到他准备好的时候，他才会想要去融入，或者说他想要去经营这段关系这个责任。那当他还没准备好的时候，他就不希望说自己付出太多会让人觉得很误会，或者是说不想要做太多可能会让你想要去为这段关系做这方面的想法。所以其实他在感情这部分的话，你们这段关系特别就是他会容易会有一种觉得自己要完全准备好了之后，他才要去投入你们这段关系。如果说他还没准备好，或者是说他还没有下定决心，他都希望两人之间都先暂时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所以其实这个他在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真的是会有一点比较龟毛的这个性格出现。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之后，宇宙所想要带给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那我们可以继续看到说，其实在关系里面的话，也或许是宇宙，或者是你们所信仰的神灵，或者是你们曾经所信仰的一些主神，他们都看到你的努力，他们其实都感受到你一直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辛苦付出的那一面，以及你们也是被神所眷顾的，所照顾到的，他们都只有待在你们的身边。所以呢，他们都其实把最好的方向为你们所指引了，并且引领着你们到最适合你们的一个人生的阶段，或者是说在于适合你们之间的感情。虽然恭喜你们说，其实这段关系未来走向的话，其实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几率，我们就列为99.9%啊，那就是说你们俩之间关系的话，其实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机会是能够交往在一起，或者说两之间如果说是本来断联的情况的话，就很有可能呢是可以恢复联系的。那如果说是分手的人，就有可能是会复合的。所以会蛮恭喜你们，其实在关系未来的话，两人之间的相处其实会越来越靠近，会越来越密集。那两人之间在相处的过程之中，也会感觉到非常快乐。那会感觉到其实双方之间呢，也都是很努力的，想要让这段关系走得更好，然后更加的靠近着彼此。只是你们这段关系在接下来的方向的话，势必一定会先进入到一个比较沉寂，或者是比较无聊，或者是比较平凡，或是比较没有所谓感情上的波动的这样的一个相处的模式。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反而会是能够更加看出说这段关系是不是真的适合你们，并且对方也会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感受到你其实是很在意这段关系的，并且呢你也是会希望说这段关系是能够往个更好的方向走。那在那个当下或者说那个时候那个时期的话，反而是能够让他感受到，或者是说慢慢的是能够去经营到你们这段关系。所以其实这个人他也非常适合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跟他相处，然后去经营，或者说才有办法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好。其实一段比较可以走得更长久、更稳定的关系，通常呢是不会说马上就进入到轰轰烈烈，反而会是在感情是有波动的时候，开始慢慢的走入下坡，走入下坡之后，开始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平凡的阶段。进入到平凡的阶段之后，才会更加看出说两人之间的感情是否适合，是否有办法继续的
往前迈进。那会恭喜你们，就是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难关的话，你们是能够顺利的迎刃而解，并且你们是能够在那个当下呢，慢慢的跟对方靠近，慢慢的让对方感受到这份爱是非常值得让他去投入，或者是说去让他付出，或者是呢会让他感受到这段感情是让他觉得更加的有保障。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话，他会渐渐的放下他的心防，放下他的戒备，会想要去投入在这段关系里面，会想要把他最真实的样子带给你们，或者是也会希望说他自己呢能够为了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为了你们的这段之间的缘分，会更加的把握你待在他的身边。所以在关系接下来的话，虽然会进入到一个让你们觉得会去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这样的阶段，但是也千万记得不要放弃，也不要去用言语伤害对方，或者说也不要有一些比如说情绪上面太大的波动的行为，因为当对方感受到你的不安，或者说当对方感受到你是有点想要去放弃掉这段关系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就会开始会收手了。所以如果说当你们在关系里面你们真的有感受到想要去放弃的念头的时候，千万记得还不要那么快的下决定，一定要再去多看洋洋其他的类似的影片，或者是说可以去多和你们所信仰的神灵主神和他们做祈祷，或者说多做一些的占卜，或许这样的话能够更加去笃定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们想要愿意继续走下去，因为宇宙会透过不一样的方式来去带给你们讯息，会去带给你们想要为了这段关系继续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但是他给你们这些动力，给你们这些的信心，你们一定要试着去相信。如果说你们相信不够，力量不足，也是会容易让这段关系走向一个比较两人之间疏远的这样的情况。那两更加靠近之后，他会让你知道更多他心中的秘密，或者是会让你更加靠近说他其实在对于感情啊、爱情、生活他一些困苦的情况，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会有可能会需要有你这个当做他心灵的导师，才有办法让两之间的心灵是更加的靠近着彼此。那千万记得，当感情里面走到下坡，或者说当两之间稍微比较疏远，或者是说感情里面的两个人在关系上面是比较有点撕裂，或者是没有相处到那么好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出伤害对方的话，因为说出去的话就像是泼出去的水一样，是没有办法收回来的，它就像一把剑一样，伤了他的心，然后那个伤口是很难再过愈合，就算愈合，上面的伤口的疤痕是依然存在，那其实之后你会后悔你伤害了他，因为有可能在表面上他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未必是跟他内心中是相同的，他内心里面有可能是炽热热的火焰，可他表现出来的样子却像是冰冷冷的一个机器人，那这时候就容易会让你有误会，或者说容易让你们会没有办法去相信他。所以这段关系接下来的话，那个起起伏伏的走向其实会非常明显，那个感情中的感受的起落也是让你们会感受到非常的强烈，所以会让你们经常去怀疑你们自己对于说这段感情一个存在的这个意义。那其实这段关系的话，宇宙也想告诉你们说，其实非常适合走下去。虽然这个过程之中你们会觉得非常的无聊，或者是说会让你们觉得关系里面你们不晓得自己应不应该要付出，或者说是不是要做更多，其实接下来的话你们一定会要做出更多的付出跟努力，无论是金钱或者是时间，或者是说陪在对方的机会，又有可能对方会希望说你要去牺牲掉你工作上的时间去多陪他，或者是说多去帮助到他。其实这个人在接下来的话是比较不适合以远距离的方式跟他相处，如果说你们是远距离的话，那确实以上的讯息你们就是会要做出比一般的在他身旁的人更多的努力。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是在同一个生活圈，或者说在同一个城市，是不是这样能够经常碰到面的话，那么你们只要继续坚持，继续跟他保持联系，这保持联系也是必须要跟他保持着互动，实际上面对面的方式才有办法去增进这段关系。但如果说你们是远距离的话，千万记得一定要经常花很多时间主动去找他，主动的陪伴他身边，主动的待在他眼睛所看得到的地方。如果说都只在远距离的情况，对方就会不自觉产生出一种不安，并且也会影响到你们这段关系这个发展的走向，因为有可能会导致于说让你们其实对说这段关系就有一些比较负面想法。当你有负面想法的时候，你的负面情绪就来，你负面情绪来的时候就会讲出一些让他觉得比较伤人的话。所以千万记得，关系里面接下来的话，你们是值得付出的，但付出的程度会因为每个人不同的
关系上的一个距离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所以千万记得不要那么容易的去让这段关系离开你们。然后尽可能呢，跟对方之间一定要有一个共同兴趣、共同的一定要有一个相对频率的互动。如果说都只有单方面个人的兴趣去他来在乎你，然后他去多了解你的兴趣，然后你也去多了解他，这种相互的话，其实会比较困难。两个人之间是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然后去共同的经营，共同的去了解，共同的去那种互动，才有办法去让增进你们这段关系的这个发展，并且在这段关系里面，接下来的话一定因为你会付出的比较多，所以呢，你们有时候会感觉到心真的比较累，或者说会让你们花太多时间、太多的金钱，你们会开始产生出一种自我怀疑，或是你们会对说这段关系会有很多的不信任的感觉，因此会建议你们一定要试着让自己去相信这段关系，并且这段关系确实也会带给你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果。所以我们可以其实从以上的讯息知道说，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可能接下来的话，这个人他会遇到人生中一个很大的低潮，那这时候你的角色就会是非常重要了。因为如果没有你，他的人生或许也会一塌糊涂，所以其实对他来说，你也会是他一个救世主，或者是他因为有你，他才会更加敢去信任一段感情所带给他的一个感受。这个人他或许本来在对爱情本来就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相信，可他又却非常珍惜每一段的感情。那因为有遇到了你之后，他会更加去珍惜之外，他也会去更加珍惜你在他身边的这个机会。那这时候就会让你们关系是有一个很大的几率是能够在一起的。所以这时候在对说，如果说本来就是同性之间的关系的话，你们就是要花出更多的努力，因为有可能对方他本身家里的状况是不容许，但是因为有你，他会有更多的 power， 更多的力量，愿意去面对世俗中很多的一个压力，或者是说世俗所带给予他一个道德上所谓的责任。所以因为有你的出现，你的帮助会让他更有的力量去面对说生活中所会碰到的一个困难。所以千万记得选到这组的你们关系很好，你们未来走向也非常好，但是千万记得你们是一个非常重责大任的人，你必须要去主动的付出，主动的去经营这段关系，然后你们付出接下来一定会让你们损失掉非常多的金钱，会让你们损失掉非常多的时间，会让你们觉得真的身心非常疲累，但你们关系却有办法可以向前迈进。所以建议你们等到你们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再去做其他类似的占卜，去知道说这段关系接下来的迈向跟走进是什么，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因为在这一组的你们虽然会比前面的两组来得更好，但是你们的那种对于说感情上面付出的程度也会比前面两组来得更大，就是所谓的人才的这个部分会付出的太多。那当你失去对方的时候，你觉得人才也会跟着失去，所以会建议你们，如果说真的一定要付出这么多的钱财跟时间的话，那不妨就是对方一定要牢牢的在你们身边，这样才不会都失去了这一切。好，那以上呢就是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